我常講一個口號：一人中風，全家發瘋。要好好照顧一個中風的病人，一年70-80萬到100萬跑不掉。為什麼您覺得年輕人的中風會越來越多？飲食文化、工作壓力、不運動、長期久坐、熬夜、菸，間接會造成肥胖，然後血壓高啊、血糖的阻抗啊會增加，都會造成他的血管提早老化，到最後不是心臟線就是腦部線。體重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很好記了，520啦 ，BMI 增加，我中風幾率增加20%了。有哪一些是我們常常會被忽略的危險行为？按摩脖子，這是其中一個。早上起床，特別冬天更要注意，不要一下子拍了床就起來，要動一動，慢慢坐起来，不然都萬一跌倒的時候撞到頭就GG了。另外一個，不管你是三溫暖還是泡湯，不要逞強，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偏頭痛是中風的高危險群嗎？確實是，特別是偏頭痛發作頻率很頻繁的時候，很容易造成。您現在看到的是精華版，若要看到完整版，請點擊資訊欄的專屬連結，加入官方 LINE。嗨，大家好，我是宋晏仁宋醫師，歡迎您來到初日會客室。我們今天訪問的呢是我的老朋友，雙和醫院的副院長陳龍陳副院長，他也是知名的神經內科醫師，請他來談重要的題目——中風。先請陳副院長、陳醫師介紹您自己。宋醫師好啊，各位觀眾大家好，我姓陳明龍，我是神經科醫師，然後專長主要是做腦中風還有一些認知功能等等那一些。我現在也是台灣腦中風學會的理事長。中風最可怕的，很多人就是怕說是不是一中風就會死猝死，但其實呢，我們常常發現中風的人常常死不了。想請您談一下中風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對於家庭對個人的影響。中風其實簡單講就是腦部的血管塞住了或者破掉。然後當然大部分人認為中風應該是老人家的一個問題啦，確實啦，因為血管就跟我們水管一樣，用久了就會硬裡面會堆積了一些東西，加上本身如果你三高沒有控制好，血管不是塞住就是破掉。30年前腦中風確實是國人10大死亡原因的第一名。30年前剛好第一個藥就是血栓溶解的藥 RTPA 出來之後，其實是改變了整個急性梗塞性腦中風的一個治療。中風的血管打通了之後，會增加1/3的復原幾率，再加上我們三高的用藥不斷的提醒之下，三高的控制率比起30年前其實好很多，死亡率其實相對來講是下降了蠻多的，從第2、第3現在到第4名左右。可是腦中風的發生率沒有變少，對，有症狀有登錄有住院的，一年大概5萬多6萬，可是有些是沒有症狀的，因為你可不好你自己不知道。死亡率一直往下，可是失能的比例就一直堆積上去。中風發生之後，當然有1/3有可能是完全失能，有1/3是部分需要靠人家照顧，運氣好1/3可以恢復到原本的工作。中風死不了之後，我常講一個口號：一人中風，全家發瘋。對特別你是沒有辦法恢復的中風另外一個，其實我們看到一個趨勢就是年輕型的中風也越來越多。照統計，這幾年有到15%到20%的中風已經是45歲以下的人那些中風下來的話，其實一個家庭的花費其實是很高。你試想看看，你只要請個外傭，其他什麼都不算，一年50萬跑不掉吧？你是說光是照顧的費用？照顧費用，你還要去看病，然後你看病的時候，除了外傭以外，你不放心，你要請假。如果他失能比較嚴重，要買尿布、營養品，叭叭叭。70-80萬到100萬跑不掉要好好照顧一個中風的病人，而且他已經變得開始不能工作，對，就從本來是一個制造人口變成一個依賴人口，對，所以我們常講中風就是要搶救，1分鐘腦部沒有血供應，1分鐘是死190萬個腦細胞。今年應該還有一個新的血栓溶解藥物，比以前 RTPA 更好。我相信腦中風的治療應該會越來越好，可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病人在哪裡。台灣的中風生人普遍來講是比較低，我自己做過研究，大概10%上下的人知道有這個問題。意思就是說有一些人出了事情，但是家屬不知道他叫做中風，或者病人本身都不知道。我们之前研究是發現說，你去訪問那些中風的病人，你不覺得自己是中風嗎？他說不會啊，我應該不會那麼衰吧，我可能是感冒，我可能是太累，休息一下可能會比較好。他說等待完之後沒改善呢，沒改善，搞不好問親戚朋友啊家人啊，問不休息一下，倒杯水給你喝，真的沒好，帶你下去診所看一看醫生看這中風，你想這樣時間會拖多久？很多對有一些是已經中風過的病人，你問他說你這次中風為什麼沒有早一點來？他說我想我有吃藥啊。所以這樣的意思就是說，即使是沒有到了失去意識的中風，對，
它都可能造成很嚴重的後遺症。因為中風就好像我們手去撞到，你不會馬上腫起來啊，所以它是塞一部分，然後慢慢越塞越多，越塞越多，症狀就會越來越變。所以我常跟病人講，前面的1個禮拜甚至1個月，你在中風或者中風變差的幾率還是存在的。並不是說一下子就到那種中風，就是很大條、很嚴重的中風。這30年來，我們三高的治療的藥物科技都很進步，但是發生率其實並沒有減少。為什麼它的發生率沒有減少？只要你有三高發生的時候，慢性發炎的狀況就會存在。當然，你控制得好，你的危險數值就會往下降。可是不管怎麼樣，毛病就會存在在那邊。當你慢性發炎啊，或者我們講胰島素的阻抗啊增加的時候，你血管硬化的速度其實就會增加。這個是不可改變啊。另外一個就是年紀的變化，台灣是一直往老的那邊去走，就算你有什麼藥，你不可能讓血管完全回春。就算你是膽固醇堆積很多，你打了降血脂的用藥下去，你也不可能像通樂一樣把那一塊東西溶掉。Okay. 對，只是把危險因子下降而已。為什麼您覺得年輕的中風會越來越多？為什麼年輕的血管也會這樣子宕機呢？過去我記得一個研究啦，就是美國大兵在越南跟韓戰，我們都認為他們的血管應該很漂亮，結果在做解剖的時候，發現他們血管已經開始有硬化，平均是29歲到30幾歲。那為什麼？飲食文化、工作壓力、不運動、長期久坐、熬夜、菸等等這一些，間接會造成肥胖。肥胖我們知道說睡眠呼吸中止啊，那到血壓高啊、血糖的阻抗啊會增加等等那一些，這些都會造成他的血管提早老化。提早老化到最後不是心臟先就是腦部先了。所以我覺得年輕人應該是說生活習慣要怎麼去調整。您曾經提到說心悸這個關鍵字，心臟闖禍呢，大腦來收爛攤子，這是你講的話。為什麼心臟的問題最後出狀況的卻是大腦？心臟如果亂打，那血栓直一上去就是頸動脈，再上去就是腦部。如果血栓卡到血管裡面散不去，就是腦中風的現象。然後心悸來講，其實每個人都有感覺到自己偶爾會心跳跳很快，我們講生理性的心律不整，這是還可以接受，但你還是要找醫生檢查。有一種比較危險，我們講心房顫動。心房顫動就是我們講心臟是一個球，如果我們南北半球的話，心房在上面，心室在下面，還有分左右嘛。一收的時候，心室就會把血打上去，可是心房那邊就是血堆積上那邊，它有個瓣膜卡住。當然瓣膜如果漏氣會有問題，如果瓣膜有問題也會有問題。當裡面其實很多那個死腔當你有心律不整，血液比較粘稠，如果那個死腔打得不是很完整，就唰这那邊造成那個漩渦，漩渦就很容易產生一些血塊打到心室就咻打到腦部裡面去。所以它的治療，如果是我們講心因性，就是心房顫動造成的腦中風，它的治療就不跟我們講動脈硬化的腦中風用的藥就比較不一樣。一般動脈硬化就是我們講抗血小板藥物啊、阿司匹林啊、可洛通啊這類的藥物。如果是心房顫動心因性，我們可能就要用一些抗凝血藥物，這個還是要請醫生去評估，甚至於說你不斷的有血栓產生在你的心房上面，甚至我們要用那個 occlusion 把它阻塞掉啊等等那一些。至於說心房顫動要怎麼去偵測，當然現在很流行就是戴手錶。現在我們戴的這些錶幾乎都有這個功能，比如說 Apple Watch， 它其實需要你啟動那個心臟，沒錯，要你去量，對不對？在醫院大部分健保給付中風的病人，常規的就會備24小時心電圖。其實在國外來講有7天跟14天。甚至於說有1年的，可是是埋在皮下，那個比較侵入性。可是它抓到心房顫動的比率相對來講是高很多，因為我們心房顫動有2種，一種是持續性，我第一張心電圖就看到你中了；有一種是陣發性，偶爾一陣亂跳亂跳完之後就可能漏了幾秒就沒了。之前我們有做過研究，讓病人戴14天，跟背着24小時 Holter 再戴一個14天的，24小時沒抓到。14天裡面我們多抓了10%心房顫動的病人，10%就差很多了。对，那麼這樣子我們用藥就完全改變，這樣子你給他正確的用藥，其實就可以預防他未來心房顫動造成中風的一個幾率。有心房顫動增加腦中風的幾率比沒有心房顫動的差3到5倍哦。等於說是早期知道自己有沒有心房征戰是很重要的。沒錯，所以我很喜歡把脈啊。OK， 病人來了，手伸過來先摸一下嘛，邊講話就邊摸如果摸到心律不整，先去做個心電圖回來再看病人其實都可以自己去把了，如果真的常常
感覺到有心律不整，真的要去跟醫生講。除了24小時，我們也可以做運動心電圖，誘發他心律不整。早點找到原因，我是覺得這個是比較對的啦。那您剛才也提到，就是說我們這個很多病人都是因為有三高，其中血壓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嘛。簡單講，就是你現在住院中風的時候，你沒有偵測到心律不整，可是因為你有三高，你未來發生心律不整的幾率本來就比別人高，可以都還是買一台設備比較完整的血壓計，相對來講真的是比較安全。對，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只來門診的時候才量血壓，最少來門診前1個禮拜都跟病人講說722最基本，你最好可以量1個月給我看是最好。什麼叫做722？1個禮拜7天嘛，早晚量2隻手，早晚等於說2次嘛，對，2隻手都要量，对，722，千萬不要等到門診的時候才跟我講，這3個月血壓就是門診的血壓，高我也不知道怎麼調，低我也不知道怎麼調。對，好，我們來談到一下就是用藥的部分啊，我們都希望病人規律用藥嘛。台灣人常常認為藥是3分毒啊，像我媽就是一個，她就覺得今天血壓不高，她就可以不用藥。今天血壓高一點，就臨時再多一顆藥。這個自己當醫生的這種做法會引爆什麼樣的危機？血壓的變異度就會變高了，或者我們講血糖變異度會變高了。這個其實對血管都是一個傷害。你的血壓正常，你的血糖正常，是因為我有開藥給你吃。當然，血糖如果 A1C 它就可以降到6以下，我們可以討論看看是不是酌量的減一下藥物。你的 LDL 也可以降到50以下，我們可以討論，你的他汀類也是不是可以酌量的減。血壓那部分，因為我們只有高血壓標準，沒有低血壓標準。有些病人180習慣了，突然降到110，我說好恐怖哦，血壓會不會太低了？自己減藥。我想說110其實是個很標準，對啊，他是以前高習慣的，所以他覺得低很恐怖。這個需要去教育跟衛教。當然，從病人的腎的藥物來講，其實我們會發現有些病人是因為認知功能開始有問題。所以為什麼他的藥會剩很多？為什麼他的指數上上下下？偶爾他記得就拼命吃，偶爾他忘記的時候，一段時間沒吃藥，再問看看家裡的藥的狀況，還有家屬他的平常行為，發現原來開始認知功能有問題，還這樣子抓到不少失智症的病人。OK，除了高血壓，許多的場景中都存在着中風的危機啊，有一些已經是高危險群的人，对於頸部的按摩、泡山溫暖，或者是我們都知道說你突然一冷一熱的那種狀態，有沒有哪一些是我們常常會被忽略的危險行為？按摩脖子這是其中一個。之前碰了好幾個病人，年輕人運動健身完，他不知道筋膜槍嗎？打在不該打的地方。前面血管裂開了，Oh my God，頸動脈剝離送來急診，就大中風一條很主要的一個血管。那這是一個，就是你用錯地方啊。另外一個，不管你是三溫暖還是泡湯，其實它上面都寫得很清楚啊，就是你要注意啊，不要逞強。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剛剛也提到這個起床這件事情啊，比如說頸部有沒有避免哪一些動作？我有個同學年輕的時候，他起床一定會做一個動作，頭用力一甩，對，然後其實我們在外面碰到國術館，他偶爾也會讓你瞧，他最後也會給你一個動作，嘩嗒一下，好像把你的脊椎整個整過來。其實我每次碰到這動作，我都好害怕。您覺得呢？這個我是真的不贊成啊。對啊，特別一些太粗暴的，剛剛提到過，就是起床，我都跟病人講說，你有三高，有血壓高啊，血糖高，其實你的自律神經都會比較差，特別也會有一些自態性低血壓。早上起床，不管是冬天夏天，特別冬天更要注意，不要一下子拍了床就起來，坐着也是一樣，要動一動，慢慢坐起來。特別男生有時候晚上就會夜尿比較多嘛，說便盆放旁邊，不要走太遠，不然萬一跌倒的時候撞到頭就GG了。对啊，講到中風啊，剛剛我們講的是症狀都是慢慢來的，那有沒有哪一些是微小的警兆？比如說頭暈啊、手麻啦，這哪一些症狀是可以提高警覺的？正常來講，我們都會講說，微笑舉手說你好，腦中風快打119。就是你笑的時候嘴巴歪掉嘛，然後手舉高的時候一邊慢慢垂下去，或者一邊完全舉不高。說你好，如果講不出來就敢挪。所以微笑的意思說是對，兩邊可能不對稱。其中一個中的話，如果你是高風險群，大概70%多快80%應該是中風了。我們講那個微笑舉手說你好是 based on 我們的那個 FAST， 包含2個意思啊，就是你要記得你發病時間，馬上打119。那還有另外一個叫 BFAST， 就是前面多了個 B 跟一個 E。B 是什麼？我們講 balance， 突然走路不平衡，對，有可能是頭暈啊，突然發生的。然後 E 是什麼？就是眼睛突然複視，或者突然單邊看不到，或者完全看不到。複視就是看東西會有變成兩個影子，对，或者一邊看東西蓋起來，嘣的，或者完全看不到東西等等那些，就是 BFAST， 這個是包含前腦循環跟後腦循環的一些
常見的症狀。有沒有一些比較不常見的症狀？剛剛其實院長有提到過，頭暈是不是一定是中風？好像不是欸。頭暈不是，通常不是，不一定是。其實感冒也會頭暈啊，耳石脫落也會頭暈啊。如果真的擔心，就盡快找醫生去判斷，到底這個是中枢性的暈眩還是周邊性的暈眩。很多民眾都問說：“我脖子痛，是不是中風？”其實中風不會痛。中風是不會痛的。不會痛，中風不會痛。所以疼痛的症狀通常不是中風的症狀。通常不是，唯一一個中風會痛是什麼？就是血管突然爆掉。OK， 那是頭痛，那是叫什麼？蜘蛛膜下腔出血。那個症狀都很嚴重，你根本不可能来門診，你這急診去或者不省人事，甚至我們講到院前死亡，其實很多都是蜘蛛膜下腔出血造成的。所以手麻也不見得是中風，不一定是。晚睡到症候群比中風对，當然我也碰過有病人來，他都外面看以為他是晚睡到症候群轉過來，可是問完症狀我就告訴他，你就中風啊，做了檢查之後還真的在我們的視丘那邊中風，他中的是什麼？感覺中樞。所以大部分的中風其實症狀表現都是在運動神經的比較明顯，比较明顯，或者說比較像是中風。对，真的发生身邊的人如果是疑似中風，旁觀者第一時間該做什麼？然後因為常常做錯什麼？最常做錯就是倒杯水給你休息一下吧。我們的針在哪裡？要不要10根手指搓來放血？這些都是錯的。為什麼搓放血會是一個想法？中醫是這樣子講，可是以西醫來講，第一個你不知道它是梗塞性或者出血性。中風其實大部分人的反應就是血壓都會飆高。當你戳下去會不會痛？痛的時候血壓会更高。如果你是出血性中風來講的話，血不是爆得更嚴重，而且扎了血沒有手指打電話，延誤通報。所以其實最重要做的動作就是記得它發生時間，馬上打119。為什麼打119是重要的？我之前講的口號就是上了救護車就是急救的開始。雖然我們打血栓溶解藥是很普及，可是有些比較地區型的醫院，他們沒有辦法做24小時做電腦斷層啊等等那一些啦，所以你上了救護車，他會送到這個時段可以做緊急處理的醫院，而且他們會緊急通報，跟那個醫院講說，我有一個中風的病人要送過去了，而且在新北的救護車，他都會要求家屬一起上救護車，會給你一個單張，告訴你說有可能你的親人是發生中風，待會醫生會做什麼檢查，有可能會打血栓溶解的藥物，你自己先看。平均啊，比如說我們醫院收到通報，救護車要送一個中風病人來。我們算過大概6分鐘，我們只要收到通報，我們的電腦斷層是會空10分鐘等病人，所以病人只要家屬去辦，病人就直推去做電腦斷層，這樣子直接省了蠻多時間。1分鐘190萬，很重要。1分鐘190萬個神經細胞會死掉，對，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觀念，黃金時間的重要性。對，坐上救護車就是急救的開始。好，我們最後回到主題，請您幫大家統整預防中風最重要的建議。第一個，我这個病人講不要變老啊，因為中風是跟血管有關啊，對啊，這個是不可逆的。有什麼因素會造成血管容易變老？3高嘛，抽菸嘛，不運動嘛，我想這個其實就是最重要的。體重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我以前跟病人講，你 BMI 很好記了，520啦 ，BMI 增加5，中風幾率增加20%了。我突然覺得這個警告意味還可以再加強 ，BMI 增加1就增加4%到5%這樣。也是可以啊，也是可以。對，有家族史的人，他們有沒有需要做一些比較進階的追蹤檢查？除了病人以外了，如果家屬40-50歲，我就跟他講說，有沒有做過全身健康檢查，包含腦部？沒有的話，快點去做。做了之後，其實比較安心，有問題早點一級預防啦。另外一個就是剛剛提到年輕型中風，年輕型中風其實很多都會有一個家族史，過去可能他的父母兄弟會有心血管或者中風的病史，所以有些時候都會跟病人講，如果你的經濟能力 OK， 家裡人要做以外，要不要考慮做一些，比如說基因的篩檢？我們真的有找到一些小血管的病人，高血壓的人常常都是因為交感神經亢奮。那有沒有哪一些方式可以讓人家知道說你是一個屬於長期處在交感神經過度亢奮的狀態，而自己不知道。其實有2個方法，第一個很多手錶會告訴你交感神經跟副交感的，另外一個當然你可以去醫院做真的是標準的 HRV 的一個檢查，但有些其實你可以從生活習慣裡面大概知道了，容易緊張焦慮的病人，散步時會心悸或者很容易拉肚子，然後睡眠睡得很淺。甚至有人會打呼，白天就想嗜睡，很難集中精神。其實很多的病人都會有類似的問題。有檢查之後，你當然可以找神經科，或者做一些藥物的調整。不過我都跟病人講，藥物是幫忙，可是最重要的是什麼？生活習慣改變，這個才是最根本的問題。我覺得現在我們常常碰到很多慢性病，包括中風，包括心梗，包括糖尿病的一些併發症。回到生活，不外乎就是
好好的吃東西，好好的運動，好好的睡覺，對，不要太多的煩惱，不要太多的煩惱。對，所以這個真的是很重要。我們就要進入我們這個節目比較刺激的一個環節，叫做快問快答哈。中風除了痛，還有什麼潛在的症狀？中風不痛，微笑舉手說你好，這個最重要。突然發生嗜睡，有可能是中風的前兆嗎？不一定。因為我上課也會嗜睡 ，OK， 對，還要看他還沒有其他的神經學症狀才能判斷。眼前突然像拉窗簾一樣黑了一下，有什麼樣的風險？有可能是一個頸動脈狹窄，這個有可能是中風的一個前兆，快點找神經科醫師檢查一下你的頸動脈。耳垂有皺褶，代表血管不好嗎？沒有大型研究證實是這個樣子。什麼酒可以清血管？喝紅酒可以嗎？原則上我都跟病人講，如果你是中風有三高，能不喝就不喝。紅酒裡面有一些抗氧化的，適當的紅酒在國外的研究是可以的，可是並不是亞洲人是不是每個都可以喝，不一定。可以的話檢查一下自己有沒有解酒酶。解酒酶足夠的話，你動脈硬化的速度好像也比較慢。飲食清淡能夠降低中風的風險嗎？當然可以啊。我們講三高最重要一個什麼，就是食物控制。我想要就這個清淡要稍微再延伸一下。清淡這兩個字，很多人就那就是水煮不加鹽。沒有，我覺得沒有，不是這樣子。其實是盡量是原型食物。對，沒錯。可以每天吃阿司匹林當保養嗎？在國外有一個叫 Baby Aspirin。50 mini 的，他們真的是在藥房不用處方就可以買。當然有沒有效？其實，在一級預防來講，就是沒有中風、沒有心血管，它的壞處比好處多。所以我們大部分是建議在有問題的時候，請醫生評估要不要吃。對，所以平常不要自己亂買。沒錯，偏頭痛是中風的高危險群嗎？確實是，特別是偏頭痛發作頻率很頻繁的時候，很容易造成血管動脈的剝離。造成中風，這個確實有，特別是女生。最後呢，想請您給我們的觀眾一個最核心的忠告，怎麼樣來避免中風？三高要注意，要控制好啊。有症狀的時候，剛剛講微笑舉手說你好，腦中風快打119，不要再猶豫了。好，我們非常謝謝陳醫師今天跟我們講這麼多重要的中風有關的知識啊，感謝你，謝謝陳副院長，好久不見，對啊，拜拜。